警吃饭的时候注意到对面的男人喝了一瓶酒，交警心想着这来活的呀，如果这小子敢开车就立马摁住他。果然这小子吃完饭就准备骑着摩托车离开，可是男人忽然意识到了什么，转身就要走。警觉的交警马上就上前盘问，驾照、行驶证拿出来我看看。交警发现男人不对劲，也是立即想要控制住他，可是经过一番搏斗之后，交警重伤，男人却毫发无伤的骑着摩托车离开了现场。那么如此来说，这个男人的身上肯定有事儿。果不其然，家里丢了一只羊的村民出来找羊，却没想到发现了一具被割喉的尸体。法医初步尸检，死者死亡12个小时以上，只是这暴雨的天气，现场留下的痕迹很少。而冷队还是根据现场的痕迹判断这里就是第一案发现场。从死者的伤口判断，凶手大概率是个左撇子。凶犯一刀割断了被害人的颈动脉，被害人呢当时没有死，就从这儿跌了下去。如果抛尸的话，这条路上应该有滴落状的血迹才对。另一边的警员也在附近发现了一个摩托车的轮胎印，最关键的是叶谦还闻到了空气中残留的机油的味道。接下来他们要做的就是先确认死者的身份。他们发现死者的双手有很重的老茧，膝盖处有一对很旧的护膝，由此他们推断死者应该是长期骑行摩托车。这个案子拦路截杀的可能性为零，这大半夜的，死者拉货的可能性不大，只有一种可能，他拉的就是嫌疑人。到了地方后，嫌疑人将他杀死，抢走摩托车。这么说的话，死者大概率就是跑摩的的。有了这条线索，他们很快确认了死者的身份，摩的司机徐刚。他的妻子张美凤告诉警方，家里的收入全靠徐刚，家里还有2个孩子和2个老人，以后他都不知道该怎么过了。不过他还是告诉警方，徐刚的摩托车是大洋的牌子，上面还有很多儿童的贴纸。送走被害者家属后，叶谦就尝试着拨通了徐刚的手机号，却没想到竟然接通了。徐师傅，是徐师傅吗？男人察觉到不对劲，也是赶紧丢掉了手机。叶谦再打过去，电话就没动静了。他分析了徐刚的社会关系，徐刚是个老好人，根本就没有仇家，再结合死者身上的现金没少，那辆摩托车是二手的也不值钱，所以他推断凶手劫走摩托车很可能是为了跑路。你说现在坐飞机、坐高铁、长途汽车都是实名购票，你想想，谁能放弃这么便捷的方式去杀人、去劫车？这人身上背着案子。且说另一边，男人没有了手机之后，就用固话给老同学打电话借钱，却没想到老同学的一句话让他警觉了起来。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呢？要不要我过去接你啊？男人赶紧挂了电话，果不其然，他同学的身边果然就有很多警察。也就在男人准备结账走人的时候，却没想到小卖部的老板看到了市局下发的通缉令，上面不但有名有姓，还有照片。下一幕就是尴尬的对视了。只是何长春的踪迹被人发现了，接下来就是杀人灭口了。廖队长根据来电号码锁定了位置后，又联系了这边的警方。原来这个23岁的何长春是六合市的人，1周前他杀了堂叔一家4口，包括堂叔、堂婶、堂兄和堂嫂，家里也只剩下了一个几岁的堂侄。杀人动机是报复。原来堂叔长期霸占何长春家的土地，曾经还多次殴打辱骂何长春的父母，就连何长春父亲下葬后，堂叔都不让他进祖坟，到最后还硬生生的气死了何长春的母亲。何长春最后一次露面的位置就是那个打电话的小卖部。昨天下午在那个地段死了一名中年妇女，也是被尖刀刺死的。与此同时的医院内，视频开头被袭击的那个交警也醒了，从他的描述中得知就是何长春袭击的他。那这么说的话，何长春这一路逃亡已经出现了7名受害者了。那么接下来警方又该如何抓捕何长春呢？